矽谷科技公司会因为 AI 真的大裁员吗 ？AI 真的会取代工程师吗？我在之前的公司 Coursera 经历过2次很大的裁员，每一次的筛减差不多10%左右的员工。我个人觉得 Meta 这个裁员会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影响，这就是矽谷残酷的地方吧。矽谷科技公司它不会在 AI 的军备竞赛中缺席，它同样的也不会在裁员的竞赛中缺席。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呢，要来跟大家坦开来聊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对于 AI 的真实看法，还有我觉得软体工程师在 AI 的普及下，可能会对这个行业带来的冲击还有影响。那对我个人来说，2022年底 ChatGPT 就是横空出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艳。我相信很多其他人也是一样，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到 AI 就像是一个人一样，可以跟你互动，透过熟知的聊天界面的 AI 帮你翻译啊、写文案，而且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做调整。这跟我以前用的，比如说聊天机器人差非常的多。因为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90%的那个时间，机器人都会说：“哦，我看不懂你的需求，请参考我们的 FAQ。”这是对于我生活上的改变。那要说到 AI 那时候对我的工作有没有任何的变化呢？其实，在2022年 GPT 推出之后，你坦白来说，其实这个变化没有到非常的大。我记得我有曾经用过 Microsoft 推出的 Copilot， 那它这就是一个 extension， 你可以把它装在你的 IDE 里面，它会帮你 complete 一些简单的 code。然后我记得 Copilot 好像还有聊天的功能，但是其实那时候说实在话，我觉得是非常的阳春。那我第一次感受到 AI 对于工程师这个生涯会产生影响呢，是在2024年，因为那个时候想要准备跳槽，那时候就发现呢，用 AI 呢其实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时间，不管是你在准备 coding 问题，或是 behavior question 的准备上。因为工程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要去考 LeetCode。那 LeetCode 以前可能我会需要花1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看说，哦，这个要怎么解，还有讨论。但是用 AI 之后，我甚至可以跟他讲一个 LeetCode 的题号，他就可以帮我拆到，就比如说第一个是了解题目，再来就是写出暴力解，写出最优解，然后呢分析时间、空间跟复杂度。那在 behavior 方面，他也可以帮我分析我的故事。那因为毕竟我不是英语的母语者嘛，所以我觉得用 AI 之后呢，我的工作就变成剩下说我要去想那些真正的爆点，但是文章的写作还有润饰都可以使用 AI。那到了我换新工作的时候，刚好是2025年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的整个职涯和 AI 的进步呢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展开。那我可以说是完整的体验了 AI agent 的功能。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上工就开始使用 Cursor 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哇太神奇了，因为你以前用 Copilot 真的帮你 auto complete 一些非常基本的程式嘛，那到我使用 Cursor 这个 AI agent 可以帮你了解一整个非常大的 code base。那以前可能刚上工的时候，你要花1个月的时间都得了解 code base， 但现在有了 Cursor 呢，你可能只要3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high level 的架构。因为在写 code 上面也是有非常大的进展，就除了 auto complete 之外呢，我开始可以用 Cursor agent 帮我写出很多的 test， 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非常省时间。到后来甚至是中小型的工作，我都可以叫 Cursor 帮我独立完成。但是呢，在 AI agent 用时一时爽的结果，其实也遇到了就是它的一些瓶颈。比如说那时候 agent 写出的 code 常常没办法跑，或者是会有 bug， 都要靠人自己去修，还要跟 AI 反复的问答。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在用 Cursor 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这个 bug 应该是怎样怎样解，那他永远会回答说 Yes,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的时候，真的会很想翻白眼。那个时候我觉得 AI 还是比较偏向于一问一答的形式，一来一往呢，常常有时候会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是因为它要产生更多的 bug， 我还要自己去修。所以那时候我对于 AI 的看法就是，我可以交给他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说是写 test， 然后 refactor code 这些东西。但是真正大部分的 code 呢，其实都还是要靠人去手写，还有去设计。那真正要说到，我觉得 AI 对于工程师影响，尤其是我个人的那种aha moment 的话呢，我觉得是在使用到 Cloud 的 Opus Model， 差不多就是去年底的时候吧。那 Cloud Opus Model 呢是专门处理一个复杂任务，然后它还是一个可以长时间推理的模型。因为工程师在写程式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一次就写对的，你需要去反复验证，你可能还要上网查一些 documentation， 你还要 test 写好之后，你还要看这些有没有可以优化的地方。这些东西其实就非常适合 Cloud， 因为我可能就是跟 Cloud 讲一个东西呢，它不只是可以帮我写 code， 它还可以帮我去在其他地方帮忙更多。而且 AI agent 它其实不只拿来写 code， 它可以拿来 code review， 可以帮我去 plan 我的 design doc， 帮我查看数据等等。那我觉得在工作上我也体验到就是使用各种 AI skill 的好处。其实工作上呢，总有很多重复性很高的地方。那 skill 其实也不是什么复杂高深的技术，它就是一个像是你个人的 manual 操作手册一样。比如说我在 code review 的时候，我会看中哪些地方，之前哪里出过 bug， 我都可以把这些要求写到 skill， 等到我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召唤这些 skill 帮我达成我的任务。虽然在大部分的人可能只是用 AI 聊聊天啊、生成图，但是我觉得 AI 对于工程师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甚至到现在也不奇怪了吧？就如果现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 Cloud 出问题，或是你今天的 token 用完的话，好像你今天就不需要工作了。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会常常同一个视窗啊跑好多不同的 agent 帮我处理不同的任务，体感上真的是我觉得 AI 有效的帮我提升效率。但是 AI 其实还是有它做的不太好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就
就是人的价值所在，比如说是在做跨难度的沟通啊，还有一些更难的系统设计啊、架构等等。那现在就来聊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吧。第一个就是矽谷科技公司会因为 AI 真的大裁员吗？第二个就是呢 ，AI 真的会取代工程师吗？那矽谷科技公司因为 AI 裁员，其实说实在话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过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裁员这件事情。其实我在之前的公司 Coursera 工作了5年，5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也是经历过2次很大的裁员，每一次的筛减差不多就是10%左右的员工。我记得第一次裁员是在2022年底，那时候 ChatGPT 才刚刚推出，所以那次裁员应该是跟 AI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第二次裁员呢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 AI 对我的影响没有到影响我工程师的工作，但是呢，我得坦白说，那个裁员我觉得是 AI 行业对于产业面的影响。就比如说我拿 Coursera 这个线上教育的产业来说好了，它能够在2021年上市，一定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大家必须要在家学习。随着疫情的过去，还有 AI 的爆发进展，学习这件事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比如以工程师来说，以前你想要当工程师，你要去学习一些基本的演算法、系统设计、程式语言等等。但是有了 AI 之后呢，这个学习的模式会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你可能不用去按照一些制式的课程一步一步的学，你可以用 AI 教你，而且按照你的习惯来帮你制定课程。再来就是考试的测验形态呢，也有很大的改变。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体现出来传统线上课程的考试已经没办法判断说你真的会不会了。那我们拿 Coursera 的难兄难弟，另外一个更明显的公司呢是 Chegg 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在2021年上市的时候，股价曾经快接近100块。那它是一个标榜帮助学生写作业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说是被 AI 取代的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吧。在现在它的股价跌了99%，来到了$1以下。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经历的 AI 裁员理由比较不像是大家新闻上常看到的，比如说科技巨头的 Capex AI 增加之类的。我觉得这2个裁员在 Coursera 上比较偏向于公司基本面的问题。那当然，我觉得其实这是更严重的警讯。这不仅代表对于整个行业，对于你在里面工作的工程师呢，这也是一个让我们思考所谓 job security 的关键。其实呢，那个就是我觉得我2024年的时候会决定要从 Coursera 跳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已经不是说 AI 对我个人软体工程师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是我已经看到了 AI 对于这个整个产业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革，发生这种结构性啊或者基本面上的改变。我觉得就是身为每个 engineer 呢，你应该都要有所自知，然后会做出相对应的一个很重要的 critical moment 吧。那我们如果来看一下最近比较大的矽谷裁员新闻，包括了 Block 也就是 Square 的前身，它已经裁掉了40%，就是4000个人左右。那微软呢在近期也提出一个自愿离职方案。那最大的新闻最近目前应该就是 Meta 宣布它即将要在5月20号裁掉10%的人力，而且要关掉上千个 opening， 所以就是有几万个人会失业。那我个人觉得 Meta 这个裁员呢会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影响。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矽谷都在关注的裁员。如果说 Meta 裁员之后，它的营运没有掉下来，而且产出的速度变快了，那我觉得这其实可能就是其他科技大厂可能会加速跟进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矽谷它的一个残酷的地方吧。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就是矽谷科技公司它不会在这个 AI 的军备竞赛中缺席，但是呢，它同样的也不会在这个裁员的竞赛中缺席。尤其是很多人现在都说用 AI 裁员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借口，因为大家应该知道2020年、2022年的时候呢，矽谷工程师hire了非常多的人，就是与其让管理只去承认自己当时 overhire 这个蛛丝呢，是不是包装成我现在呢不需要这么多人了，我可以用 AI 来节省人力。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最近有在讨论的一个矽谷科技公司他们管理层的一个话术吧。那身为矽谷工程师呢，有什么是我觉得我会想要去做，然后去因应 AI 的改变呢？我觉得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我觉得我会让 AI 去帮我创造自己的机会，因为 AI 的普及其实会让很多职位的界限变得不明显。工程师的职位不再只有写code，而是你要去同时做到更多function的事。像现在我已经不会去需要依赖 PM 帮我写出完整的 PRD， 甚至是我可以用 AI 写 PRD， 那我也可以用 AI 设计出一个 design 之后，我就可以拿这个去跟 PM 还有 designer 讨论。那在用 AI 帮忙的过程呢，其实你也可以学到那个职位所需要有的技能，在无形之中也会去增加自己的实力。等于说你可以帮自己打造一个更多的机会，因为 AI 可以帮你拥有更多的比较好的能力。第二个呢，我也会去用 AI 提升自己的实力，因为比如说有时候大家会说GPT 生成的图 AI 味很重，那其实现在在当工程师，我有时候也会很明显的看出来说，就是 AI 味很重。那其实现在在工作上，你也可以很明显看出来说，哪一个工程师是只用 AI 但是没有在自己思考，我就会尽量去避免和这类的工程师产出类似的 output。那相对呢，我会去看哪些同事不仅用了 AI 之后，产出变得更多，质量变得更好，点子也会变得更多了。那我就会想和这种人共事，会去请教，把他如何运用 AI 的这个技巧融入到自己的工作流之中。我觉得这才是让自己能够更加进步的一个关键。那最后呢，我觉得需要用 AI 去放大自己能够被量化的产出。那工程师被衡量，其实不外乎量化你写的 PR、你写的 design doc、你的各种 technical
technical discussion。那有了 AI 之后，我觉得是在你的产出上体现出 AI 力量。比如说以前可能只要一天写一个 PR 就够了，但现在发现一天可以写3到5个 PR。这当然不是说在教大家去在数字上面竞争，但不过另外一方面很残酷，就是其实公司都会用这些量化标准来考核你，甚至是有公司已经很开宗明义的说，他会用 AI 的 token usage 来当做记录。但另外有了 AI， 我觉得其实可以让 idea 的落地非常的快。那这个时候可以就是利用 AI 去帮你做出一个 quick demo 或是 quick experiment， 这样子你才能做到同时是 move fast and move smart。那说到大家对于 AI 的对应策略，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更去拥抱自动化，然后你要去拒绝做一些重复的劳动。比如说软体工程师的工作，现在的核心理念就是能够用程式自动解决的事情，绝对不要去动手做。我想要把这些时间用在更珍贵的地方，所以不管是工作上的 workflow 啊，还是生活的琐事，都可以交给 AI。那但是理财这一块呢，尤其是加密货币市场是24小时全年无休的。以前你可能会偶尔想要手动操作一下，发现就是半夜可能睡不好，晚上上班了你还要盯盘，然后情绪会被这个市场的波动牵着鼻子走，造成就是非常大的内耗。那这其实呢，你可以转念来想，如果在工作上你都用 AI agent 帮你做事的，为什么投资不能交给一个机器人帮你代劳？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开始使用派网的服务。派网呢，它是一个主打内建量化交易机器人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简单来说，它就是把你的投资逻辑写成程式，让机器人24小时帮你无感情的执行。那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在投资的世界里面是不能放感情的。那里面呢，我最常用的也是最适合新手的是他们的网格交易机器人。因为加密货币的特色呢，就是它的波动非常的大。那网格交易就是利用这个波动来赚钱，所以你只要设定一个价格区间，机器人就会自动帮你把资金呢切成好几份。只要价格下跌，它就自动去帮你买；价格上涨，它就会自动的去帮你卖。那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去克服我们人类常常会有这个追涨杀跌的弱点。而且派网的 AI 参数很聪明，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设定，其实它也可以用 AI 的回测，它会去推荐你这些参数，一键就能够开单。而且重点是这些机器人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那把交易交给机器人之后，终于就可以说，好好的睡上觉，好好的写扣啊，好好的做我的其他的事情。这一点就像我刚刚才说的，时间其实你要是花在 AI 做不到的事情上面。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然后你想要尝试更聪明、更自动化的方式呢，去参与加密货币市场，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注册派网，还可以享受专属的新手优惠福利哦。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喜欢的话呢，也要订阅、分享、按赞、留言。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